男主人公大伟30岁，来自吉林长春，是一位音乐制作人，学历本科。女主人公露露28岁，来自山西，职业是销售，学历本科。来，欢迎两位。好，孩子多大了？孩子快11个月了。孩子快11个月了，男孩女孩啊？男孩。希望跟他结婚。对。你的想法呢？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做好准备啊？你再给我点时间，我现在我的音乐从怀孕的时候到现在，给我点你就跟我说，孩子生下来以后咱们就办婚礼。结婚证领了吗？没有。当时吧，他结婚要孩子，我觉得这个我妈也不同意，觉得不是时候。我俩在北京。那你当时我怀孕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说呀？咱们俩工作都没有那什么，都没有稳定了，属于。那现在呢？现在不都好了吗？发现怀孕了，你们俩有商量过说孩子应该怎么办吗？刚开始怀孕的时候，我跟他说过，因为我们俩都挺年轻的，然后觉得现在要小孩也不是时候。后来我妈就坚决不同意，她觉得对女孩子这个伤害特别大。然后我也跟她说了，她觉得反正本来我们也要结婚的，要有小孩的，那就生吧。后来等到4、5个月的时候，她突然就是说承受不了压力，我也不知道她有什么压力。然后就开始说是身体特别不舒服，然后也说不清楚哪儿不舒服。就去医院，我就大着肚子陪他去了。一开始我就感觉我喘不过气儿来，然后他非得要孩子，我肯定要为孩子挣奶粉钱。那段时间的工作压力特别大，然后有一天我就全身就麻了，你知道吗？就感觉就是要濒死的那种，我就马上就要死了。那时候我特别害怕，我不知道他得的什么病，然后去医院检查，折腾到挺晚的，到2点还到抢救室，医生说他没有病，可能是他心里有点就是压力啊，自己感觉哪儿不舒服。压力不是因为非得要孩子我才有的吗？你当时也没说不要这个小孩。他没说过。对。等于到孩子4、5个月的时候，他就生了一场病，因为精神压力很大。当时我一个人在北京，我跟他，我父母都不在身边，我不敢告诉我父母，就怕他们担心嘛，我就自己大着肚子照顾他，他什么也不能干，然后给他做饭。我当时不是因为生病吗？那你精神状态好的时候，他跑出去打台球，半夜都不打电话。我就唯一一个爱好就打台球。我一个孕妇在家里头，你难道就不担心吗？那我照顾不了你，你当时怀孕，我妈不大老远从东北过来了。你妈照顾我，你妈太溺爱你了。他妈来照顾我的时候，因为她有洁癖嘛，要求我一个孕妇蹲下来剪头发，每天。谁有洁癖啊？他妈。那你这上次摔门，你怎么不说呢？哪有摔门？一进屋啪把门给摔。没有，我孕妇我本来心情就不好，他妈说我做饭也不好吃，什么都干不好。现在孩子谁带啊？现在孩子我妈带呢。你们俩不带？我上班啊，家里头他挣的也不多，然后我做销售，平时挺累的，然后我妈就帮忙带小孩，回家的时候我跟我妈一起带，她也不管，回家吃完饭在床上一躺。我不上班吗？我给孩子挣钱去。那谁不累呀？大伟，你怎么打算这个事儿的呀？你知道我是搞音乐的出身，我现在正是一个起步阶段，好不容易现在熬到现在，我10年前来北京找我这个音乐的梦想，我觉得他应该给我点时间，等我梦想成为一个现实以后的，那你怀孕的时候还说孩子下来以后就跟我结婚呢？现在呢？到底是有什么压力啊？你现在跟结婚，我觉得一结婚就好像一个枷锁把我给铐住了。她怀孕以后啊，1年中我一首歌都没写出来，我感觉音乐人的灵感应该是自由的，我觉得好像被什么东西困住了一样。那你们就是不结婚的话，你的想法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状态？是2个人在一起，还是2个人分开？分开倒不至于，我觉得还是在一起吧。不领证在一起是吧？差不多吧。那跟那个领结婚证有什么区别？我没弄明白。我觉得现在反正不是时候，心里像有一个坎儿过不去似的，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压着我。就是因为你妈说，他妈说他得这病，就是因为我逼他结婚，因为孩子来了，所以他才得的这个病。听一段你母亲的采访吧，我们有一段大伟母亲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来。当时啊，他有了孩子，我和我儿子都不同意要，他家非要这个孩子不可。我的儿子工作也不稳定，要这孩子这也不是时候了，他能养活起孩子啊？所以说我们就因为这个孩子我们生气，因为生气可倒好，这媳妇找我儿子毛病啊，又哭又闹又吵又叫的，所以说他俩处对象时候我就不愿意。为什么说呢？他这个人吧，不知道
心头人，毕竟有个孩子，所以我儿子压力就大，吃不好，睡觉睡不好，现在都瘦了。那就是说，现在孩子都生下来了，然后露露那边可能就是说想和您儿子去办这个结婚的手续，您是什么态度呢？孩子都生出来了，我也没什么话可说的了，是不是啊？但是他对孩子，对我的要求是一视同仁，孝敬父母吧，和夫妻恩爱吧，我就高兴了。你还说你妈对我没有偏见，她现在都这么想的。我特别想问你，当时要这个孩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想两个人好好生活在一起嘛。我觉得他对我也是有感情的，我对他也是有感情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这样，然后就是想逃避。我总是问他，他也不肯给我回答。我就觉得有了孩子以后，咱们俩的矛盾越来越多。你一直在给我压力，弄得我现在对什么压力啊？就是让我逼我跟他结婚呐，领结婚证啊，赶紧办事啊。你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其实你要不想结这个婚，你说感情不在了，你就明确的告诉人家，也没什么呀。你这算我从小就是单亲家庭，我妈一手给我拉扯大的，她就看着有的时候她对我大喊大叫的，她就觉得。我什么时候对你大喊大叫了？你为什么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呢？为什么要把这个矛盾推到你母亲那儿去呢？你自己想结？我觉得我应该再考虑考虑。那其实说白了，你想跟他分手呗？我还没想好呢。但是孩子已经生了，我不希望他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那也就是说，这个孩子拴住了你。如果没这孩子，你们已经分手了，是这意思吗？也许吧。你母亲什么意见啊？帮你们带孩子？对，他当初就是因为想减轻我们的压力啊、负担，然后帮我们带孩子。他腰也不是特别好，然后过来帮我带小孩儿。他不但不感激我母亲，然后还觉得他妈这么说我妈是应该的。他妈说的什么都是对的，好像都是我们家人的错。有些事儿是南北差异吧，我妈看不惯。这有什么差异啊？我跟我妈上你们家做客，你妈都不带搭理我俩的。我妈是看在我的那个份儿上才忍了这事儿的。你们俩谈恋爱谈了多久？到现在不到2年吧，然后有孩子的时候不到1年。那个时候觉得可以结婚了吗？就是感情特别好，我也挺仰慕他的才华的，然后他也觉得我挺好的。那个时候他妈也特别喜欢我，所以就是他妈出的钱让我俩去海南旅游。然后我俩才就是意外有了小孩儿。事情走到今天啊，后悔吗？我不后悔。你后悔吗？不知道，我就感觉我特别没有用。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负这个责任？怎么能给他一个？不是他没有啊，你付出爱就行了。我听这姑娘没对你有什么要求啊？你问她要房子了吗？没有。你问她要车子了吗？没有。你问她要票子了吗？没有。什么都没问你要，你哪来的压力？你好好爱她不就行了吗？我可能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吧。作为一个男人，应该事业先有成吧，然后再谈婚论嫁。那你干嘛去谈恋爱啊？你就说你心里最担心的是什么吧。我担心的就是结了婚以后，我的事业没能像我想象的那样。这写歌的跟结不结婚有什么区别吗？他心理作用吧，可能觉得这样就不自由了，有人管他了，束缚他。对，我就这么想了。哎，我先让老师帮你解解压吧。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作为一个男人，尤其是东北来的一个男人，你做这个事儿做完之后，你刚才说那句话，你脸不红吗？说结婚你压力大，影响你的事业，你这找的都是借口。我认为，从你开始上台讲到现在，给我的印象就是玩出孩子来了，你不想要他了，你没有一个做男人做爷们儿的那种责任。人家要求不高，孩子都11个月了，还是个儿子，让你给他一个名分，连名分都不给，你觉得你这么做对吗？最起码是人做的事儿吗？不，俗话说了吗？10年修得同船渡，100年修得共枕眠。这种缘分你不能扔啊，孩子，我只能说到这儿。就你说那话，
我要事业，我要发专辑，是吧？我又不想生，我妈怎么地，基本的人性，基本的父爱，基本的责任，这是作为一个人的标准。你那小孩刚才我看了，11个月，特别好看，坐下面是吧？已经会叫爸爸了。这样一个孩子，他不能带给你快乐吗？你换过尿布吗？你给他喂过奶吗？我给他换过尿布。你给他换尿布的时候，你开心吗？反正就是每天晚上那会儿，他坐月子嘛，每天晚上。我知道你的意思。你首先，我建议你不要再强调自己是音乐人了，太给音乐人丢脸了。真的，我认识很多音乐人都有小孩，有好几个人都是生了小孩之后灵感如泉涌，一下子，你看那个周华健生完小孩之后写了那个《宝贝》，对吧？多好的歌，人家是怎么做到的？这跟小孩有关系吗？这跟你有关系。你的父爱去哪儿了？你的责任感去哪儿了？30岁了，你现在还不长大，等什么时候啊？这种就是妈溺爱的太过，一直自己的小孩，责任意味着付出跟牺牲。既然已经发生了这事儿，没有什么可说的，回家拿户口本，立刻带上这姑娘登记去。登记完之后，可以跟人家妈或者跟姑娘商量，我要创作，我要一个安静的环境，那么我可不可以在旁边租一小房子，专门做我的工作室，让我在那边创作？哎，我晚上时候回来，你觉得我说这个可以吗？这是个好办法。我也不是说不喜欢见孩子，其实我见到他我也挺开心的。是啊，我个人觉得他并没有说完全要分手或者不要结婚，我觉得他主要还是一个生活的巨大的改变，而使得他整个人就不习惯了。因为产前的心理压力以及产前的心理疾病不只是女方有，男方确实也是有的。我觉得他的崩溃主要在这一点。我想问露露，你喜欢他什么呀？我当时特别仰慕他的才华，然后觉得他的性格特别好，特别包容我，对我有求必应的，从来也不会发脾气。现在这个样子，你觉得他还跟以前那个他是一样的吗？感觉没有以前那么阳光，但是我对他还是有感情的。我特别不喜欢你跟他妈妈说的同一句话，他得病，借口谁都会找。如果你们通通帮他去找借口的话，这个男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男人。所有的做人一个基本标准就是要给我们负担一定的责任，而你们通通在帮他卸责任。他作为一个30岁的成年男子，他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担负他做父亲的责任、伴侣的责任，从工作当中他做音乐人的责任。如果一个男人连婚姻的责任都不敢去承担的话，他根本做不好工作，他怎么可能做好专辑？追求的时候是眉飞色舞的，要承担的时候就是愁眉苦脸的。男方总是说我没有信心，在这个舞台上要名分的女人，你不是第一个。但凡是我看到那种拖家带口，或者是身怀6甲的女人要名分的时候，就使我想起在饭店里面吃完了饭不付钱的男人。男人总是想做，你说我其实问题特别简单，你要弄清楚你自己怕的是什么。有了这个婚姻，你最害怕失去的是什么？要去把那部分找到，其实就很好面对了。最怕的那部分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挺甜蜜的，一起去香山啊，一起去海南什么的。我只是觉得现在生活变了，我觉得跟以前不太一样，让我有些接受不了。但是我对你的爱还是有的。我讲2句啊，我觉得姑娘，你想要让她高高兴兴的娶你，你真的要去了解她，了解你们这个孩子以及生活的改变对她这个事业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冲击，以及以后怎么样去缓和她对这个事业的这个冲击。说今天母亲也来了是吧？对。孩子也带来了对吧？对。那孩子怎么办呢？我去抱孩子。去吧。这孩子能让我去抱吗？你留着吧，哎，你有点意思了今天。儿子真可爱啊。特别壮。您好。我女儿受了这么多的苦，我心里特别的疼。
女儿并不是没人追求，我介绍那么多男孩都喜欢她，但是他就说一定要自己找，而且一定要找个北方的男孩。他说北方的男孩比较大气，但是我不知道他找的那个男孩，他母亲是这个样子，我也忍受了。为了我的女儿的幸福，其实我的腰有点裂，特别疼，有时候还是把尿，白天晚上我都带着，就希望他俩多投到工作上面去。我跟您说呀，我听这个东西听不下去，就是我一听老人这样我就听不下去。你们两个年轻人生孩子自己负责呀，信誓旦旦的自己生孩子，为什么把所有的东西转嫁到妈妈身上啊？是你让她生的吗？我跟你讲哈，因为女孩子怀了孕你就得生，你不可能说怀了孕就不去打掉小孩，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要是我的女儿以后那样的话，我坚决不可能让她找这样的男人。而且我觉得做母亲的话，一定要让女儿坚强起来，自立起来。如果你因为她的一点点身体而导致她未来的婚姻不幸福、孩子不幸福的话，那根本是做母亲的失败。我跟你讲哈，因为我女儿也爱着这个男孩，这个男孩呢，说实他总是跟我说，他一定要让我的女儿幸福，我一定让她幸福。我跟您说，您那会儿要不管他们，该干嘛干嘛，什么做音乐的，你天天挣钱去，酒吧驻唱去，你多挣钱，这个在家里面带孩子，2年生活一磨，什么都有了，操心呢，老人都累死了，还不落好。我今天就是说，你到底领不领这个证？你要是不领证的话，我就带我女儿走。阿姨，其实我挺感激你的，从长期过来，孩子我会给他一个名。你要说到做到。放心，行吧，您去带孩子好不好？好的，谢谢。再跟您女儿交流两句。我能抱抱我？对不起。说真的，给儿子写首歌吧，真的。其实我以前想过，只是没有做出来。老婆，加油吧，好吗？你是真心的，不是因为孩子吗？不是，我一定要战胜自己，然后给你一个幸福生活。我要负起这个男人的责任，作为男人的责任，请你相信我。让我们再一次的把母亲请上来，来有请母亲。我觉得吧，他们也不需要有那种订婚仪式，因为马上就领结婚证了，对吧？是，谢谢主持人，谢谢评委。来，先把小花童请上来。谢谢啊，那个戒指给那个叔叔，请你回去吧，谢谢你。哎，带着妹妹走，哎。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石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钻戒。今天的目的不是求婚，把戒指先戴上。带孩子不容易哈，是。您站这儿来，来2位过来。养育之恩吧，帮你带儿子之恩吧，现在已经不能叫阿姨了吧？连改口带感谢一并完成，该领结婚证领结婚证了。来，接下来我们来见证这个不一样的浪漫时刻。来，妈，您辛苦了。妈，谢谢你。谢谢，好好奋斗吧，让日子过好来啊。好好工作，一定会的，一定会的，相信我。做好后勤，啊。抱抱吧，一家人。